们在上一段就谈到，这一枪可能改变了美国，它可能改变了北约，改变了世界，对台湾也至关重要。没有想到，川普在光天化日之下，刚刚讲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对他开枪，而且连开了8枪，而且非常惊险是，你只要差1秒钟，只要差1公分，川普就可能命丧黄泉。可是没有想到，川普在这个中枪之后，他居然还是坚持的站起来，而且坚持的正被高呼 fight fight fight。那这样一个动作，完全你看到，当他喊 fight 之后，全场欢呼，全场起立，他等于说展现了美国的这种英雄气概。展现这个英雄气概，你去对比这个所谓的拜登目前的这个苍老的状况，看起来他的当选是非常的可能，当选非常可能之后，现在美国共和党就讲，他们要全面推动所谓的反中的法案，没错，而且他们要对付什么？以中国为首的轴心，没错，他这个 fight， 目前为止要 fight 的对象是谁呢？宝姐，那就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抵达了 Milwaukee， 准备要进行这个美国接下来的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他这里面这一次呢，除了要提名他担任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选人之外，这一次还要冲过所谓的他们的党纲。因为他们柔性政党的话，每一年的党纲是不一样的。那这次的党纲就是未来川普的施政理念。这次通过了20条的这个党纲。这20条的党纲里面来说，大概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什么移民法案，我们要最严格的移民法案，再要建立美国一个最强大的这个军队，然后要确保美元的这个地位，还是要重申美国是 No.1。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他要求要取消给中国大陆的最惠国的这个待遇。这很严重吗？当然很严重，抱歉。最惠国待遇就是 WTO 中间的两个国家中间的互相的这个状况，他认定说，你可能还是开发中国家的时候，我就给你最惠国待遇，对，全部拿掉之后，所有的优惠都不见了，没有优惠，对，没有优惠。所以他这一次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是更加的这个浓烈了。那尤其是他这次党纲非常有意思哦，他就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然后再说献给被美国遗忘的美国男女。所以简单的说，他其实这一次来说话就是。我要尽力提升美国的国力，同时间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论调，就是美国很多的工作都被抢走了，是被谁抢走？被中国人抢走，没错。所以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要对这些被遗忘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了。事实上，他上一次是被遗忘的是铁锈带，他这一次是被遗忘的是更多美国的国人。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宝杰那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看，因为他当选，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什么悬念，连他自己今天就说什么，我觉得上帝救了我一命，所以那现在整个氛围是对他相当的有利。好，那于是我们再看，事实上他的这个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呢，最近在投书，因为很有可能他未来也可能会再回任。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以实力回归和平，也就是说他未来的是说我们要用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话，就要为战争做好准备。所以他其实是相当强硬的一个状况。所以他目前为止在说什么？他说他曾经在这个媒体投诉说，他认为应该要让台湾的这个参加所谓的演习，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环太平洋演习等等。他说拜登拒绝这样做，他说这是一个必须要纠正的错误。所以呢，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然后他说，海军应该将一艘航空母舰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五角大厦应该考虑到整个海军陆战队部署到太平洋。所以显然，欧布莱恩的政策里面来说的话，美国最大的敌人在太平洋。那在太平洋是谁？那就当然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了。所以你看到现在，川普之前的这个所谓的不管国安团队或者他这个所谓的亲密的这些朋友，全部都放狠话，对，而且全部都对中国放狠话，对，甚至还说什么你要重启什么核子试爆。所以呢，不是只有你这个普丁能够用这个核子武器威胁，我们也要这样做。所以你看，他有认为说我们要加强我们包括说核打击能力的这个政策。所以你看，欧布莱恩是这样说。好，那我们讲到欧布莱恩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外交政策这个部分，还有国安政策这个部分。但是对中国抓了弹的是什么呢？宝姐，事实上是什么？关税战2.0准备又要开打了。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说，中国为特朗普就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在做准备了。那做什么准备呢？因为第一个，他们现在观察说，因为这几天的时候，美国就要宣布所谓副总统的人选。对，如果副总统人选呢又是个鹰派的话，那就彻头彻尾凉了，连总统、副总统都是鹰派，那对中国来说绝对没有好事。另外一个就是他目前为止几个重要的核心团队的人物，第一个现在重点是谁？是莱特希泽，也就是赖海泽。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赖海泽或莱特希泽呢，他其实在这几年的时候，他没有在官位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的关税是什么，没有什么交易是免费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要弄他的关税，他关税要出来了嘛。
川普曾经自己说他是关税人，那他是把那个莱特希泽视为火箭人。对，因为火箭人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这个跟日本谈判的时候，他丢一个飞机丢过去吗？所以他就是飞机人、火箭人。那他现在有可能要重新回来啊，重新回来，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呢，这个美国革命以来，这个他把中国认为是美国革命以来，还有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政体的最大威胁。所以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的哦，所以就说他上来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又把他的这个过去的莱特希泽这种所谓鹰派的事情，再重新做一次。这美国革命以来，难道是美国建国以来吗？当然啊，美国建国以来，中国是他最大敌人。当然，他就这样说。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 Navarro 保检长，他事实上目前为止还在监狱。为什么？因为他藐视国会，所以他被关。但是他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川普支持者哦，而且他的很多，我们过去曾经介绍他写的书，他写的书就是川普的政策。他现在也是，他是为了捍卫川普，然后再被国会藐视国会罪被关哦，所以他应该出来了，又会是川普的重要人选。那他们两个都是鹰派中间的鹰派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中国为什么现在很担心？他们回来重新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几天很多大咖都出来隐隐的开始挺在川普这一边哦。伊隆马斯克不用讲，可是你看贝佐斯，他不愧是世界上前3有钱的人，他现在马上也出来说，我佩服你的什么风度和勇气。那另外艾特曼也是。保洁阿特曼呢，他事实上是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个大咖，他事实上在这个 X 上面公开支持川普哦，他是公开支持川普哦。那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阿特曼在2021年的时候，他曾经批评川普哦，他当时说，川普你煽动国会罪，你这个是叛国，他说你应该辞职，而且你要下台。他当时是这样骂哦，可他这一次是支持川普哦。那你看微软的纳德拉，或者说像这个另外一个阿特曼是这个 OpenAI 的公司，还有佐克伯，还有库克，其实他们过去可能都是反川普，但至少在这一次里面来说，他们都是赞扬川普，所以来说这一次因为枪击事件之后，川普已经是变成了神力加持，变成是美国之子，现在整个气势是完全不一样。对，慧珍，在礼拜6的那一个枪击，真的已经改变了美国吗？刚刚讲，现在这一个枪击。没有想到，你只差了1公分1秒钟的时间，川普居然给成果，不然他就命丧黄泉。那之后，你看他的表现，他那个强悍的表现，振臂高呼，高喊着 fight，你看到他高喊 fight 以后，后面的人全部起立，所有的人为之动容。这个东西。他已经无法挡了吧？已经完全无法挡。你要知道，今天《纽约时报》特别写一篇文章哦，他就说，那个川普在整个离经这件事情，然后跟之后就fight的那个里面的一个状况，他说这个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以及他知道，他在这个生死关键点，他都没有忘记他的观众。他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他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那后来就是这当然是那个《纽约时报》他这样的讲法。那川普是说他为什么自己到最后会讲fight？他说因为在那个瞬间，他说全部的人全部都鸦雀无声。他说那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瞬间。他自己知道我一定要讲什么，我才能让大家给团结起来，所以他才会举手讲。fight！ 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要有表示了。对，他说你要有表示，你才能可以把大家的那种凝聚大家的个团结。所以他一讲fight，所有人就讲 USA，那个这个现场跟拍电影一样，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就回到川普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天性跟本性。第一个，他自己是强人。第二件事情，他其实长期是活在所谓的镁光灯的焦点，所以他其实知道，在这个瞬间，在这个其实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历史一个瞬间，他要展现出美国强人强权那个姿态。然后川普这个一边的耳朵流血，然后高举的拳头，那一幕真的，人家都说这一幕决定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川普应该已经是当选美国总统，你觉得稳了吗？对，这应该是稳了。第二件事情，这个拍到那一张照片的那个摄影记者，应该会是这一次的热门的普利兹奖的一个摄影奖。那其实除了这个画面，我跟你讲，川普真的很厉害，因为他说，我们都知道他好像7月15号还是7月18号要被那个共和党提名嘛。他说他本来觉得他的在那个提名大会上，他所有的发表的言论全部都要炮轰拜登。但现在，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稳了，他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改变什么？团结。他说，因为他收到太多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每个人都来问他，他感受到这是一个契机。什么样契机？就是要用这个机会来团结全美国人，让国家团结起来。你听到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这张照片，这是我们现在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密尔瓦基降落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一排人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嘛，这就是当地的这些工人，这些所有的机场的服务人员，所有人，你说100我都忙得要死了，你下来就下来，我管你什么事，全部都站在这里迎接川普。而且宝杰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被打到的时候，他第一个是说什么？我的鞋呢？他找鞋，我要让我穿上我的鞋。对，为什么要穿上他的鞋？因为在这个 moment， 他还要处变不惊，万一腾加卡给啊，那到时候被那个竞争对手拍到，会变成让你落荒而逃。没有，他还是要，所以你就知道他很知道，身为一个强权的总统，美国的总统，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在这个危机生死关头，我赶快盯住，我现在搬。所以在这个，其实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真的为什么美国人现在很多人本来可能对他不认同的，现在都认同。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今天第2天他就去打高尔夫球，跟这马照跑舞招跳啊，就是前一天差点没命，结果没有想到第2天继续去打高尔夫球，所以我觉得他那种硬汉形象真的是已经是刻在骨子里面。现在所有的美国的人，真的包括那个美国歌手饶舌歌手啊，这50分啊，就帮他开了演唱会，有没有？然后呢，以他为出场啊，然后那个整个都帮他拍 MV 之类。另外一个 UFC 的一个格斗的选手啊，埃文，他在比赛获胜之后就说：“嘿，我刚刚听说他们想要打我的 My Boy 川普，我很高兴他没事。”然后就直接讲川普万岁啊 ，Let's go， 然后就川普万岁。所以现在所有的美国那种硬汉象征级的代表人物，对，谁是他们的头川普？这个提供啊，你知道吗？像这个也是啊，那个 USA 川普总统，我向你致敬，你这个退伍军人专有，太夸张了吧？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要说是他们，包括那个一些搞不好那些什么警察啊那一些的，全部真的都是认为现在选举虽然还没有投票，但是心里的总统是谁，应该已经还蛮清楚。还有包括网红也 PO 把这个川普全身弄上，有没有刺激？经由这一次奇迹事件，真的会让很多的选民因此而认定川普。所以廷辉，现在美国人都疯了吗？现在都对川普疯狂了吗？对川普疯狂，而且美国人需要重返荣耀啊！那拜登能够带领美国人重返荣耀吗？所以这个画面一比较来讲的话，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一比较来讲的话，大家认为说川普才有可能带领美国总统。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川普既然没有被打死，但是代表说他跟雷根是一样的。你知道，川普第一任来讲，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义。而雷根主义，雷根的任内来讲，他最大的攻击是什么？搞垮前苏联。对，所以现在川普要搞垮谁？搞垮中国啊！所以现在错来带的就是中国。你知道，我观察到了，接下来的川普绝对会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时候还这个对付中国更加严重，而且包含中国的朋友圈，一个一个会被川普端掉。你知道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中国来讲的话，它透过什么方式？透过墨西哥、透过巴西洗产地，不是吗？电动车或者很多贸易来讲的话，都是透过这些地方进入到美国市场。它包含了什么？偷渡客，还有包含解放军的偷渡都混入从墨西哥混入到美国境内。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之后，不是只有对付中国而已，包含跟中国站在一起的、跟中国接近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会被这个川普对付的。而且你知道当然台湾要闪远一点，台湾如果跟着这中国套开近的话，今天川普也对付你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今天川普，我想大概已经局势底定了。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垃圾时间，不过我觉得啦，拜登如果要扳回一城的话，也不容易的。现在看到民主党内部也没有人说要去取代拜登了。为什么？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之下，谁能够对付川普呢？所以呢，拜登里面没有人要当炮灰，没有人要当这个最后呢这些民主党的政治明星保全自己，而最后可能川普真的是会当选的。